大家好啊！咁上一集咧就同大家分享咗我成功申請咗 BNO Visa 嘅經歷啦。咁我當然就係要準備去英國噶啦。咁但係因為咧土耳其嘅疫情咧都有啲嚴重，咁入境英國嘅話咧係屬於 Red List Country 嘅。咁而由土耳其直接入境英國咧係要指定嘅酒店隔離，咁費用咧係高達2000幾磅嘅。咁為咗我想慳翻呢筆費用咧，我就決定去一轉烏克蘭去過冷河，咁順便咧又可以去旅行。咁揀烏克蘭第一個原因咧，就當然因為佢係屬於呢個 Amber Country List 啦。咁入境英國咧就可以家居隔離，咁距離土耳其咧只係2個鐘嘅機程，而飛英國咧就大概4個鐘，咁所以都好方便。而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入境措施係比較簡單，咁只係需要喺出發前嘅72個鐘嘅 PCR test negative report 啦，咁同埋認可嘅旅遊保險，咁就唔需要隔離，可以直接去玩㗎啦。但係咧有樣嘢咧就要提下大家啦。咁我出發前咧就識咗個中國人同埋澳門人啦。咁佢哋嗰陣時去過烏克蘭咧，就話需要買一種旅遊券嘅。咁呢個旅遊券只係某啲國家先要嘅啫。咁應該香港特區護照都要嘅。但係我咧就用 BNO 入，咁最後咧係冇被要求呢個旅遊券。咁好啦，咁即刻咧就去片睇下我今次旅程嘅相啦。睇完相呢，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旅遊資訊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我今次去烏克蘭嘅行程表啦。咁總共呢，就去咗5個城市，感覺都舒服嘅，但就冇乜驚喜。咁有2個景點呢，係重點推介嚟嘅。咁第一啦就係 Chernobyl。咁喺1986年呢，就呢個地方發生咗核爆。咁去到今時今日呢，方圓30公里都仲荒廢緊。咁受影響嘅範圍呢，都好大嘅。而嗰度呢，就有個遊樂場喺核爆前2日就起好。咁咧，但係就因為核爆啦，就等唔到開幕日，咁就成為一個從來都未營業就永遠停業嘅遊樂場啦。咁見到滿目瘡痍嘅情景咧，都覺得好傷心嘅。呢個地方咧就一定要跟團，咁一日團咧最平都要100蚊美金，咁雖然都幾貴，但係都係值得一遊嘅。第二個咧就係 Odessa Catacombs， 咁全長咧就2500公里啦，係全世界最長嘅地下通道嚟嘅。咁都係一定要跟住導遊行啦，咁佢都唔會俾你自己去行嘅，因為自己行咧一定會蕩失路。咁聽聞就有唔同嘅地方咧都可以參觀，咁我就去咗位於市中心嘅 Underground Museum，咁佢個門口咧就好唔起眼嘅，去到咧就俾入場費，咁導遊咧就會帶你行1個鐘左右，咁佢有指定時間嘅團可以去嘅，咁入場費就只係250，但係如果係要 flexible 嘅時間包團咧，就好似要1000嘅烏克蘭幣啦。咁呢個景點咧，我覺得就一定要參觀嘅。最後咧就介紹呢一款烏克蘭獨有嘅櫻桃酒啦。咁喺 Lviv 嘅市中心咧，無意中經過呢間老店咧，先知原來係佢哋當地嘅特產嚟嘅。咁試飲咗就覺得都幾甜，好易入口。咁我都想買翻支做手信啊，但係奈何咧就太多行李，咁所以就冇買到啦。另外咧就仲有個移民嘅資訊分享翻嘅。咁我喺 Lviv 咧就識咗個中國人，佢申請咗5年嘅學生簽證，咁每年嘅學費連住宿咧都只係1800蚊美金，咁仲可以免費學埋俄文同埋烏克蘭文添。咁5年之後咧就可以申請入籍㗎啦。咁
如果有年青人願意勇於出去闖下咧，都可以試下嘅，因為成本低啦，咁而學費亦都比香港係平好多嘅，咁所以有興趣嘅人咧，可以自己上網揾資料了解下。今次就講住咁多啦，咁大家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，咁你哋亦都可以隨時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